芷见，你马上出发，去京畿大营。芷木，你负责监视柔家的一举一动。沈大人，小人的身家性命可就全都系在您手上了。放心吧，事成之后定保你家宅平安。多谢沈大人。不愧是传国玉玺，果然气势非凡。这次多亏有你。真想早日看到你龙袍加身的模样。请进。公主。原来沈大人也在呀！周大人，坐吧。沈大人状元出身，果真是好才情。那首童谣朗朗上口，写得真不错。不过你一个风骨铮铮、前途无量的寒门领袖，写出这等曲意奉承的童谣，岂不是屈才了？怎么？状元出身，寒门领袖，便不能写童谣了？那照你这么说，如今我在这文征楼喝酒，你不是连个进门的资格都没有吗？哼！大胆庶子！好了，沈大人，周大人德高望重，又是前辈，你言辞客气些。公主发话，老夫自当遵从。如今刘演已死，龙椅上的那位又不得人心，众叛亲离那是迟早的事儿。不知公主预备何时动手？还差一把火。那不过这把火今晚就有了，你回去好好准备。张公主放心，我周家的禁军依然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
我发现你最近气性渐长啊。公主真的会在乎我的心情吗？只是权宜之计，周慈山和他背后的周家，只是趁手的棋子而已。我从未忘记你我二人的志向，待我登基后，定会将世家斩草除根，还南辰一个朗朗乾坤。建安可真是天生丽质，我见犹怜。你连门都不敲一下，就擅自进入别人的屋子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教养吗？建安是不是忘了，这是我的府邸？怎么跑来我这耍酒疯？那你倒猜猜看，我和谁一起饮的酒？原来是跑我这儿来示威的。不过你也别得意的太早了，沈坚红的心还不一定在你那儿呢。这串南珠是我千挑万选，特意赠予你的。怎么扔了呢？我是真的很想知道，你是装习惯了不装会死吗？你在我面前何必摆什么高贵神女的姿态呢？你这副表里不一的蛇蝎心肠，我早就看透你了，还送什么项链？我才不要，我怕脏了我的脖子。本宫倒觉得，这独一无二的项链呀，很是衬你。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这南珠大小均匀，光泽莹润，成色上佳。不过这最珍贵的是这穿珠子的线，可是刀枪不入的金丝线，价值连城。你嫌它脏了你的脖子，这才是多此一举，因为它只会勒断你的脖子。看见了，心疼了。我只是觉得可惜了那么好的南珠。我的手很疼。以后所有的伤和痛，都让我来替你吧。
进来。莫大人，小清宫门前多了一盏花灯。周大人此法可取啊，还是从长急。你放心，你想守护的，我会替你守住。陛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陛下，不好了，在护城河里发现了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了什么啊？发现了静安公主的尸体。是谁这么肆意妄为？查，一定要给他查明白，赶紧查！是。夜幕紧要来了。沈大人送的南珠发钗真好看，与公主这一身可谓相得益彰。耶幕锦为什么会带着北凉大军进入我南陈境内，还打着个耶幕真报仇的名义，围住了我军的荆棘大营？耶幕真才死了多久？难道这北凉大军是从天而降的不成？啊！都成哑巴了是不是？周子然，你这兵部尚书是怎么当的？
北凉军都打到定京了，你那双眼睛是不是瞎了？是不是瞎了？回禀陛下，臣不知。那你不知，你知道什么？陛下，为今之计，只有调遣德高望重的将领前往京畿大野，稳住局面，并传令京兆尹搜寻藏在京中的北凉人，以免伤及无辜百姓。派遣将兵，还能派谁啊？这些兵部的，连北凉军是怎么混进来的都不知道，一群废物，简直就是一群废物！一群废物！不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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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陛下！宫门口聚集了一大帮寒门学子，他们个个身穿丧服，跪在那里苟活。说！跪在那里苟活，昏君当道，玉玺丢失，国之将灭！反了，统统都反了！玉玺丢了，这传国玉玺可是咱们南陈立国的象征啊！是啊，这怎么丢了呢？你们是朕的臣子，还是他们的臣子？听风就是雨。怎么？你们都想造反啊？陛下，既然外头谣言四起，不若将传国玉玺请出来，让我等一观，也好堵住外头天下学子的悠悠之口啊！你们都是这么想的吗？好，今日便让你们明白，朕就是名正言顺的南陈皇帝。去，请传个玉玺。陛下，这……陛下，陛下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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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，陛下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，陛下！传国玉玺丢失，还请陛下以南陈江山社稷为重，退位让贤。请陛下以南陈江山社稷为重，退位让贤。
周大人，内忧外患之际，你不思替君分忧，反而殿前逼宫，是何居心？莫不是真想造反？穆大人，你怎能如此诬陷老夫啊？老夫也是为了南臣好啊！昏君不道，百姓怨声载道，就连传国的玉玺都下落不明，这就是天意。穆大人，难道你忘了冤死在狱中的议政王了吗？君许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起名投案？我看起名投案的人是周大人吧？如今北凉兵临城下，周大人却一问三不知。难道你的新主子是耶幕景？你血口喷人！老夫忠君爱国，怎么会与北凉勾结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陛下乃刘氏正统血脉。你在殿前逼宫，难道不是为了给耶幕景谋便利？本宫也是刘氏正统。皇帝，长公主，您竟敢偷盗传国玉玺，耶幕真是你害死的。金鸡大营里的北凉军，也是你引进来的吧？你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，竟然真的勾结北凉，引狼入室。卓华，本宫欣赏你的才华，良禽择木而栖。你如今迷途知返，还来得及。皇姐，穆大人说的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请陛下退位。
柔家长公主乃先帝长女，深受百姓爱戴，智谋才干，堪比当年的元光女帝。老夫愿拥立柔家长公主为帝，顺应天命，以安民心。请陛下让贤，请陛下退位，上位于柔家长公主。卓华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效忠的君王。他那软弱不堪的样子，怎配得上这个位置？你我皆为女子，你该理解我才是。你为何就不愿意同我一起开创的南陈盛世？长公主，我说过，你我是不一样的人。我的路纵然现在荆棘密布，但前方注定是一片光明，而您的路只有黑夜。冥顽不灵。请陛下退位，禅位于柔家长公主。医生王，是医生王，医生王他没死。挑衅投降者，胡杀！负隅顽抗者，击斩不赦！
议政王当真是福泽深厚啊！只是你好不容易保住性命，何苦过来送死？周大人，你这又是何苦？你家的先祖，个个都是名留青史的治世能臣，而你，却成为了一个罄竹难书的乱臣贼子。史书如何写？议政王只怕没命操心了。如今大局已定，你和昏君一起上路吧。没错，现在大局已定。周次山，你虽为兵部尚书，但你却无法用你的坚定之心来动摇我南陈忠勇之士。你以为你的叛军轻易的进来，是你运筹帷幄吗？是陛下与本王想看尔等图穷匕现。你放进来的那些叛军，他们已尽数被苍梧军镇压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周次山，你是不是现在还指望耶木景来支援？只见早已掌控京畿大营，耶木景现在只怕已经自身难保。传国玉玺到！陛下，您也不用瞒着了。当时你们频频发生争执，臣就觉得怪得很。想来你们二人的合谋早就开始了吧？你们故意制造君臣不和的假象，让长公主认为自己的离间计得逞，将欲取之，必先予之，当真是好谋算。这是王爷的主意吧？你果然都知道了。皇叔他不是有意要瞒着你，他……陛下，有意无意，这笔账，臣以后自会找王爷清算。可为今之计，还是要把您和王爷搭起来的戏台继续唱下去。长公主现在名望高涨，离地位只有一步之遥，而这一步便是正统实权。故而依臣浅见，长公主接下来势必会对传国玉玺打起主意。若得传国玉玺，那至少明面上算是师出有名，盛名于天，与他元光女帝转世的名头倒是极其相配。自然不能让他拿到真的传国玉玺，所以你的意思是以假换真，让他自以为成功得手，从而彻底的暴露野心。正是。不过此事事关重大，还需陛下应允才好实行。陛下，这是朕让你换的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大总管，不就是把真的换一下吗？有穆大人有，你说的可太轻巧了，这可是传国的玉玺啊！大总管，要是真丢了，那您作为御前大总管可是难辞其咎啊。比起换玉玺，这丢玉玺的罪是不是更重？那您说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？这是这么个理儿，可是……带下去。
黄姐，不要再一意孤行。看在骨肉亲情的份上，朕定会保开一面。是你背叛了本宫。这个沈金红，既然他如此不识好人心，那就别怪我不念同科之谊了。周华，快进来。你特意让我甩开公主的暗伤，来到这里见你，究竟所为何事？你人都来了，又何必明知故问呢？我知沈兄有鸿鹄之志，清朝堂，靖山河，左明郡。可是现在的南辰，是你想看到的样子吗？亦或者说，他日长公主君临天下，那时的朝堂会成为你想看到的样子吗？现在的公主还是你一心想要追随的公主吗？不chết有用吗？我问你，不chết有用吗？公主，收手吧。收手！本宫为什么要收手？昏君当道，本宫是在为南城的百姓祈愿，本宫没有错。是你，是你，是你们在助纣为虐。为民请命。黄姐，你联合周家，你也早。
从你出生那一刻起，便尊贵非常。可我呢？为了你的尊贵的母亲，为了尊贵的你，我的母亲就该死吗？就因为没有权势可以，命就该像蝼蚁一样任你们摆布。我的傻弟弟，若没有这至高无上的权利，你还有什么底气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你还有什么底气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？陛下！覆盖眼底的那片青色，月光皎洁出来时，所有的罪责，我一人承担。共度，柔情若离若诉，让一生剪不断错落的人间折磨。尘世的烟花终究留不下满天流沙，那惘然的一刹，想问你如何做到？谁又在命运的悬崖，把离别晕染成泪花？心酸就在竟然为了一个废物生命，里喧哗。水里问情话，相思何苦？落日开不出晨曦雾，流年非要轻抚，回忆阵阵刺骨，恋人嫌我不出，转身竟恍然陌路。尘世的烟花终究留不下满天流沙，那惘然的一刹，想问你如何做到？谁又在命运的悬崖，把离别晕染成泪花？心酸就在孤独痛彻里喧哗。尘世的烟花终究留不下满天流沙，我轻简的牵挂，而你要如何收下？听风声萧索了海洋，遗憾从悲欢里发芽，心成就在孤独痛彻里崩塌。情深的我甘愿为你抵挡风沙，看穿你的伤疤，结着是你先背叛本宫的，王本宫那么信任，什么不离不弃，全都是谎话。就凭你也想得到本宫的爱？
你不过跟薛孝堂一样，是本宫手中的一个棋子而已。长公主，你又何必这样自欺欺人呢？在这个世上，只怕是没有人比他更爱你了。我虽答应了与你们合作，但你们却答应我一件事：待到尘埃落定，放公主一条生路。玉宇兄长自古就不可兼得，南镇的安宁是我的底线。为了这个底线，我可以背弃心中所爱，但我永远都记得，在我最黑暗的时候，是他给了我一道光，将我拉出了泥潭，看清了自己要走的路。如今是他走错了路，可我也不想看着他万劫不复。这一回，换我把他拉出泥潭吧。本宫不信，本宫一个字都不信。不过一颗棋子罢了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要救本宫，真是死不量力。什么爱，本宫根本就不需要。本宫心中所念，唯有这九五之妃。柔家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执迷不悟，本宫所做，只不过希望这个国家更好，为何要悟？有何所悟？公主，您曾经问我，还觉得自己这条路是对的吗？那此刻，我就把这个问题还给你。你若肯助我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。记得幼时初见，你的出现，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，让我立志，不做柔柔的花，要当无畏的树。后来，我狼狈不堪地来到了定界。在我最孤立无助的时候，也是你第一个对我伸出了援助的手。你的鼓励，你的相信，都给了我莫大的勇气。可是后来，你忘记了自己的初心，被
背弃了相信你的人，伤害了无辜的人。你跟我说，天下女子不易，你想让南辰变得更好，你口口声声的都是为了别人。可如今看来，这哪一桩哪一件，不是为了你自己？这就是你所谓的君王之路吗？那我问你，若要救万人，需要先杀100人，你怎么选？公主，您能问出这样的问题，就说明南城的百姓在您眼中，不过是您留名青史的基石罢了，而非您的子民。既然如此，又怎配称帝呢？说的轻巧，历代君王哪有没有牺牲的？成王败寇，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回来了。懿圣王殿下以身作则，带病办公，叫下官好生佩服啊。你看，
我现在身体好多了。那正好，也是时候，咱们一起算算旧账了。楚华，你果然发现了玉珏的玄机，对不对？这是我跟王爷定情的玉珏，他答应过我会随身佩戴的。这么重要的信物，怎么会落在这儿？难道是他特意留给我的？告诉我，他另有计划。太好了，至少他还活着。我知道，你看到那块玉珏，一定会知道我的计谋。你看，我们俩一直都是非常心有灵犀的。那你跟陛下是中秋之后开始合谋的？是。陛下，麻烦您配合臣演一出戏，臣日后再向您解释。参见陛下。哎呀，皇叔，有无旁人，这些虚礼就免了。皇叔，这么晚了，你来找朕，所谓何事？臣儿，你父皇之死，太皇太后之死，乃至最近你与世家之间的矛盾，都是有人在背后搅动风云，意图皇位。是谁？你的皇亲，柔嘉公主。皇叔是在和朕开玩笑吗？你父皇驾崩那夜，宫中发生了一场异变。原来皇叔一个人承受了那么多。陛下，当务之急是要阻止柔嘉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皇叔，你想怎么做？就像之前那样，陛下继续配合臣，做出冲突不断、君臣不睦的假象，以麻痹柔嘉。你们之前那几次吵架，也都是演的？没错。议正王殿下不去唱戏，都可惜了。你就算了，连陛下也学会骗人了。待时机成熟，陛下就将。
离魂散，我以前在医书里面见到过。此药药性凶猛，服下之后会真的让人陷入濒死状态，全身麻痹，气息全无，而且服药之人很有可能就苏醒不过来了。即便醒了，也会身受重创。你怎么能这样去赌啊？那你看，我这不是赌赢了吗？我假死之后，柔家再无顾忌，行事也变得明目张胆起来。他联合周家逼宫，我们亦是师出有名。那陛下，他也同意你用离魂散吗？陛下他别无选择了。皇叔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冷？都30了，你为什么还没有醒过来？如此凶险，这一开始就不应该答应你。这莫哭。皇叔，皇叔，你怎么这么久才醒啊？先不提这些了，陛下，劳烦您替臣准备，臣马上要赶往苍梧郡大营。皇叔，你好歹休息休息啊！没有时间了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所以，只能先告诉你，我性命无碍。你说我小人之心也好，万一陛下信了沈金虎，因为先帝之死而迁怒于你，动了杀心呢？他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，虽然骄纵任性，但是却赤诚善良，我信得过他。还有，我鬼门关闯了也不止这一次了，但是只要有你陪着我，我都会平安回来。命就这一条，你这样去赌，万一失手了呢？你记住了，以后你要是再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，我就再也不原谅你了。我不会，也不敢了。此后余生，细水长流，望与君同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刚才找我是想说喜欢你。谁喜欢我？我说我喜欢你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我知道，你喜欢我就跟王爷喜欢小姐一样。
我会对你好的，你现在对我也挺好的。会越来越好，会更好。那我也对你越来越好，会更好。嗯。参见陛下。穆先生，还真是姗姗来迟啊。陛下如今如此尊师重道，让臣还有些不习惯呢。没想到穆先生这么记仇啊。回想过去那一番，陛下不觉得自己有些过分吗？确实有些过分，只是有些，很过分。朕当年年少轻狂，一叶障目而不自知，现在想起来，确实有些羞愧。陛下真是成长了不少。你我之间，先是师生，再是君臣，到现在，在我眼里，竟是连君臣都不是了。不是君臣，那是什么？皇叔已经上了请赐议政王的折子，你的调任文书也快下来了。你们是要去边关了吧？不错，臣打算和王爷去封地试行养边之策。若此策当真有效，也能兵不血刃，为南臣解决一心腹大患。若此策有用，你当居首功。臣不过一介文官，若此政策真的能让边关只战西歌，马放南山，那也是边关千千万万的百姓、守军官兵，以及陛下您的功劳。你没有必要把朕拉上去凑数。陛下，您不必妄自菲薄。此次柔家公主谋逆案当中，众人皆言议政王深明大义，不顾安危。但在下官眼中，陛下您同样忍辱负重，相忍为国。您韬光养晦，装成昏君，被天下唾弃，被百姓误解，还要承受有可能会失去皇叔的痛苦。恕臣直言，昔日的您也许有过刚易折之嫌，但如今的您定会成为明君。你这是在拍朕的马屁？
黄姐，你我背道而驰，你落败身死，但朕却不敢称赢。朕会选贤任能，励精图治。朕不求丰功伟绩，召唤经国，只求不负山河，不负黎民。娇娇，皇姑祖母带你回家，远离是非，清静自在，还有你喜欢的人陪在一起。怎么想着跟在朕身边啊？之前追随王爷，没什么打算，一切有王爷之引。现在，也想自己闯一闯。也是，皇叔那儿现在都是出双入对的，你在那儿也确实挺碍眼的。臣觉得这样挺好的，一个人逍遥惯了。你倒是……啊，没什么。朕就是觉得禁军统领的衣服很适合你。天地出飘雪，人间共白头。那叶阵王殿下是不是应该跟下官出去淋场雪，这样才能白头到老？没有一场大婚，你会遗憾吗？不会的，知足常乐。能和你这样一直到白头，再圆满不过了。王爷，不好了！陛下今日忙于政务，心力交瘁，刚到您的别院就晕倒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那个，陛下忙于政务，心力交瘁，刚到别院就晕倒了。对，晕倒了。晕倒了。啊！快去看看。小姐，走。
如何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我南陈律例。哎呀，婚姻乃情之所至，水到渠成之事，怎能被这些陈规旧矩所束缚？而且不止皇叔和穆卿，从此天下女子当官者，婚嫁自由，不再受此律所限。咱们王爷终于有归宿了。更衣。是。哎，来，客厅放在这边。喂，小心着点儿。听说这些都是陛下所赐，帝王殿下果然深得圣心啊！咱们的木郎中啊，可是南陈的第1位女探花，陛下的股肱之臣呢。哎，要说新人在一个院里换喜服，这还是天下独一份呢！啊，是啊，这有什么？堂堂王爷当外室啊，不也是天下独一份吗？不过听闻这宅邸乃木郎中所有，这帝王殿下在这里成亲，岂不是有入赘之嫌？年轻人会不会说话呀？定王殿下这叫苦尽甘来，如今啊，终于名正言顺，不用当外室了。高，果然还是李大人高。
是王爷写的，整首诗都背下来了。跟你似的，写了20次也没背下来。连那壶不该提那壶。你去吧，朕去了这婚礼，难免会拘束。朕就先回宫了。你放开了喝，把朕的那一份也喝回来。包在臣身上。陛下，这些都是给穆大人添妆的贺礼，按照您的吩咐，都是选最好的。陛下，还有这个。小鸟辗转于春秋。不着华，听风。陆卓华，怀州人士，得意有闻，兴盛民国，为朕之公辅，国之柱石，授为中书令。上左天子顺嗣时，下谕万物之宜，使卿大夫备得，振其职焉。读者施行，至可。穆爱卿，平身。谢陛下。